错过了英伟达，你可别再错过这家公司。要是没有它 ，AI 数据中心就跟一堆废铁没什么差别。英伟达最新的 Blackwell 芯片根本就没法量产。Meta、微软、谷歌这些巨头投进去的上万美元 AI 基建，最后都会变成没法运转的烂尾工程。看完这个视频，你就会明白为什么一家已经存在175年的传统制造业老店，一下子变成 AI 时代最核心的隐形巨头。你也会知道这次它股价下跌9%，到底是真有风险，还是市场给所有看懂逻辑的人一个黄金入场机会。你还能看到它在材料科学领域差不多垄断的物理极限技术，还有它在 AI 浪潮中不可替代的卖水人角色。最关键的是，你能躲开市场上90%散户都会犯的严重错误，抓住这次可能是今年下半年最确定的翻倍机会。我敢说，评论区现在已经分成了水火不容的两派。有人打死都不信一家做了175年玻璃的老厂能在 AI 这场革命里分到最大的蛋糕，觉得这全是资本炒出来的泡沫。也有人早就盯上了这次9%的暴跌，认定这是市场错杀送钱的黄金坑。别藏着掖着，你到底是坚定看空还是准备抄底？把你的真实想法直接甩在评论区，我们好好聊聊。先我问你个事情，你有没有发现到最近所有和 AI 相关的股票全都猛涨起来？英伟达1年涨了3倍， Meta 涨了2倍，就连阿斯麦的股价都创下历史新高度。可存在这么一家公司，它是那些巨头的核心供应商，它的产品是 AI 基础设施里最为关键的部分，它的核心业务在最近1个季度暴涨36%，但是它的股价不但没涨，还在财报发布当天直接暴跌9%，这就挺奇怪的，不是吗？同样是 AI 赛道的公司，别的公司涨得可带劲了，它却跌得很厉害。到底是这家公司真的不行了，还是市场看错了，把一个真正的黄金坑当成垃圾坑？先看看这次财报的真实情况。很多财经媒体的标题是康宁业绩不如预期，股价暴跌9%，然后一堆分析师跟着唱空，说 AI 光通信的需求已经到顶，康宁的增长没了。但只要花5分钟好好看看财报的细节，就会发现这些说法完全是胡说。这次财报里，康宁的总营收同比增长了18%，核心营业利润同比增长了30%，而最关键的光通信业务营收同比大幅涨了36%。你没看错，36%，这算什么情况？英伟达上一季度的数据中心业务增长是42%，康宁的光通信业务增长都快和英伟达差不多了。而且这还是在很多 AI 数据中心还在建设初期，大规模的光纤采购还没开始的时候取得的成绩。那问题就出现了，这样出色的业绩情况下，股价为什么会暴跌9%？原因说出来可能你都不敢相信，仅仅是因为康宁的管理层给出的第2季度业绩指引比分析师的平均预期低了差不多2%，确实就差了2%。之后那些持有了挺长时间的机构就借着这个理由集体获利了结，进而把股价给打压下去。当我那时候看到这个跌幅的时候，第一感觉就是这肯定是一回典型的不理性回撤。你想想看，一家公司核心业务猛涨36%，利润涨30%，就因为下一个季度的指引差了那么一丢丢，直接就跌掉了1/10的市值，这压根不符合正常商业逻辑。这就好像你开了个餐厅，这个月营业额比上个月涨36%，利润涨30%，然后你说下个月可能只能涨34%，结果你的餐厅就直接被人打9折卖掉，这难道不是瞎闹吗？但资本市场就是这样的样子，很多时候股价的短期波动和公司的实际价值没什么关系，它所体现的仅仅是市场的情绪、机构的资金流向以及大多数人的贪心与害怕。而对于真正聪明的投资者来说，这种非理性的暴跌根本不是风险，反而成了机会。这是市场给那些有耐心、有判断力的人提供的折扣价。你先别急着下结论，我知道你现在肯定会有一个疑问，不就是一家做玻璃的公司吗？就算它的光通信业务涨得好，它凭什么能和英伟达相提并论？凭什么说它是 AI 下半场最确定的投资机会？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这也是90%的人对康宁最大的误解。他们只看到了康宁是一家做玻璃的传统制造业公司，却没有看到在 AI 时代，康宁掌握的是整个行业最底层、最不可替代的物理极限技术。
我们先从最基础的问题开始讲，为什么 AI 数据中心必须用光纤？为什么传统的铜线不行？很多人可能觉得，不就是传个数据吗？铜线和光纤有什么区别？区别大了去了，而且这个区别是物理定律决定的，是没有任何办法绕过去的。你家里应该有网线吧？你有没有发现，你用的网线最多只能跑个1000兆的速度，再往上，比如10000兆，就必须用光纤了。为什么？因为铜线有电阻，电流通过铜线的时候会产生热量，带宽越高，需要传输的电流就越大，产生的热量就越多。当带宽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铜线要么会因为过热而烧断，要么会因为信号干扰而完全无法使用。这就像你用一根细水管给一个奥运会标准的游泳池放水，你再怎么加压，水管的粗细就摆在那里，它的流量是有极限的。你就算把水管加到爆，它也不可能在1个小时之内把游泳池放满。铜线的极限在哪里？大概就是每秒钟传输几个 GB 的数据。而现在的 AI 芯片需要多少带宽？英伟达最新的 Blackwell 架构的 B100芯片，单颗芯片的算力比上一代的 H100提升了好几倍。但算力提升的同时，数据传输的需求也跟着爆炸式增长。一颗 B100芯片每秒需要和其他芯片传输几十 TB 的数据。一个大型的 AI 数据中心里面有几十万颗这样的芯片，你想想，这么大的数据量用铜线传输的话，会是什么结果？结果就是整个数据中心的散热系统会直接崩溃，光是铜线产生的热量就能把整个数据中心变成一个大烤箱。而且铜线的信号干扰问题会导致大量的数据传输错误，最后整个 AI 集群根本无法正常运行，所以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AI 数据中心要想继续发展，要想用上更强大的芯片，就必须全面替换成光纤。这不是一个选择问题，这是一个物理定律问题，是上帝决定的，不是任何公司或者任何人能够改变的。那现在问题来了，全球能生产这种高性能光纤的公司有几家？答案是一只手就能数过来，而康宁是其中技术最好、产能最大、市场份额最高的那一家，而且领先第2名不是一点点，是整整1个时代。你可能不知道，光纤本身就是康宁发明的。1970年，康宁的3个科学家第一次成功拉出了世界上第1根低损耗光纤。从那以后的50多年里，康宁一直在光纤技术领域保持着绝对的领先地位。现在全球超过90%的长途通信线路用的都是康宁的光纤。很多人觉得光纤不就是一根玻璃丝吗？能有什么技术含量？我只能说，你太小看材料科学了。要把玻璃拉成比头发丝还细的纤维，还要保证它的纯度达到99.9999999999%，也就是每10亿个原子里面只有1个杂质。这已经接近人类目前能够达到的物理极限了。只要多一个杂质，光在光纤里面传输的时候就会产生损耗，传输的距离就会变短，需要的中继器就会变多，成本就会大幅上升。而康宁的光纤能够做到光传输几十公里，损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就是为什么全球所有的电信运营商、所有的互联网巨头最后都会选择康宁的光纤。这还不是最关键的，最关键的是现在 AI 数据中心需要的不是普通的光纤，而是高密度的光纤，也就是在一根很小的线缆里面集成几千根甚至上万根光纤。这种高密度光纤的制造难度比普通光纤高了好几个数量级，而目前全球唯一能够大规模量产这种高密度光纤，并且能够满足英伟达 Blackwell 芯片要求的公司只有康宁，没错，唯一。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不管你是英伟达、Meta、微软还是谷歌，不管你有多少钱，不管你有多强的技术，只要你想建 AI 数据中心，只要你想用 Blackwell 芯片，你就必须向康宁买光纤，没有其他选择。你想想，英伟达的芯片再厉害，如果没有康宁的光纤，它就是一堆不能互相通信的废铁。Meta 的大模型再先进，如果没有康宁的光纤，它根本就无法在数据中心里运行，这就是康宁的底气。
这就是它在 AI 时代真正的护城河。而且这条护城河是用50多年的技术积累和几百亿美元的研发投入堆出来的，不是任何公司想抄就能抄的。就算现在有人给你100亿美元，让你在3年内建一个能和康宁竞争的光纤工厂，你也做不到。因为技术可以买，设备可以买，但50多年的经验和工艺积累是买不来的。这还只是康宁的光通信业务。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康宁还是全球极少数能够为阿斯麦的极紫外光刻机提供核心材料的供应商。你应该知道阿斯麦的 EUV 光刻机有多重要吧？它是生产所有先进芯片的唯一设备。一台 EUV 光刻机售价超过3亿美元，而且有钱都买不到。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 UV 光刻机里面最核心的部件之一就是极紫外光的光学镜片，而这种镜片就是康宁生产的。EUV 光刻机的光学镜片要求的精度比光纤还要高得多，它的表面平整度必须达到0.1纳米以下，也就是相当于把整个地球的表面磨得比镜子还要光滑。所有的山峰和山谷的高度差都不能超过1毫米。全球能生产这种镜片的公司只有2家，一家是德国的肖特，另一家就是康宁。而康宁的产品在性能和产能上都要优于肖特，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整个半导体行业的命脉其实有一半掌握在康宁手里。没有康宁的镜片，阿斯麦就造不出 EUV 光刻机，没有 EUV 光刻机，台积电就造不出3纳米、2纳米的先进芯片，没有先进芯片，整个 AI 行业的发展就会直接停滞。你现在还觉得康宁只是一家普通的做玻璃的公司吗？它其实是整个科技行业最底层的基础设施供应商，它掌握的是整个数字世界的物理基础。从光纤到半导体镜片，从手机屏幕到汽车玻璃，几乎所有你能想到的高科技产品里面都有康宁的技术。我知道你现在可能会说，就算康宁的技术很厉害，就算它是垄断地位，但如果它的业务只有光通信和半导体材料，那它的增长还是有天花板的。万一 AI 的需求不及预期，那它的股价不还是会跌吗？这个担心非常合理。但我要告诉你的是，康宁的厉害之处就在于它不是只有一个增长点，它是一个多点开花的科技巨头。它的业务布局就像一个坚固的堡垒，每一个业务都是一条护城河，共同支撑着它的长期增长。首先，我们来说说康宁的 Springboard 计划。很多人可能没听过这个计划，但这个计划是康宁未来几年利润爆发的关键。2021年的时候 ，AI 的浪潮还没有真正起来，当时很多人都觉得 AI 只是一个概念，离大规模应用还很远。但康宁的管理层却在那个时候做出了一个非常有远见的决定，他们推出了 Springboard 计划，投入了几十亿美元，提前扩建光通信的产能。当时很多分析师都不理解，觉得康宁在乱花钱，觉得光通信的需求已经饱和了，投这么多钱进去，最后肯定会产能过剩。但现在回头看，你不得不佩服康宁管理层的眼光。3年过去了 ，AI 的需求突然爆发，各大巨头都在疯狂地建数据中心，对光纤的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而康宁提前建好的产能刚好在这个时候释放出来，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康宁现在不需要再投入大量的资本开支了，前期的重资产投入已经完成了。现在它只需要把这些产能卖出去，就能获得极高的利润。这就像你花了3年时间建了一个高速公路，现在高速公路建好了，你只需要坐在那里收过路费就行了，而且车越多，你赚的钱越多，你的成本几乎不会增加。这就是所谓的前期种树，后期乘凉。从今年开始，康宁已经正式进入了高利润的收割期。后面几年，它的利润率会持续提升，利润的增长速度会远远超过营收的增长速度。除了光通信业务之外，康宁的其他业务也在高速增长。比如它的太阳能业务，上一季度的营收同比暴涨了80%。很多人不知道，康宁还是全球最大的太阳能玻璃供应商之一。随着全球能源转型的加速，太阳能的需求正在爆发式增长。而康宁的太阳能玻璃在转化率和耐用性上都远远领先于竞争对手。
这一块业务未来会成为康宁另一个重要的增长引擎。然后是康宁和苹果的关系，这也是很多人容易忽略的一点。康宁和苹果的关系远不只是普通的供应商和客户那么简单。苹果在2017年就给了康宁2亿美元的战略投资，后来在2021年又追加了4.5亿美元，总共6.5亿美元。这是苹果有史以来最大的一笔供应商投资。为什么苹果愿意花这么多钱投资康宁？因为康宁的大猩猩玻璃是苹果 iPhone 和 iPad 最核心的部件之一，没有康宁的玻璃，苹果的手机就做不出来。而且苹果对供应商的要求是出了名的苛刻，它之所以愿意投资康宁，就是为了确保自己能够稳定的获得最先进的玻璃技术。现在苹果正在大力发展智能汽车和 AR/VR 设备，这2个产品都需要大量的高端玻璃，比如智能汽车的中控大屏、天窗玻璃、抬头显示玻璃，还有 AR/VR 设备的光学镜片，而这些都是康宁的强项。可以说未来10年，苹果的每一个新产品都会给康宁带来巨大的订单，这是一个非常稳定、非常确定的增长来源。还有智能汽车行业，现在的汽车正在从一个交通工具变成一个移动的智能终端，而智能汽车最明显的特征就是屏幕越来越多、越来越大，从中控屏到仪表盘，从副驾屏到后排娱乐屏，甚至连天窗都变成了屏幕，而这些屏幕大部分用的都是康宁的玻璃。康宁的大猩猩玻璃不仅坚固耐磨，而且还能做到弯曲、折叠，甚至透明。现在全球几乎所有的主流汽车厂商都是康宁的客户。随着智能汽车的渗透率不断提升，这一块业务的增长空间也是无限大的。你看康宁的业务布局有多均衡。I 光通信是现在的增长引擎，太阳能是未来的增长引擎，苹果的消费电子和智能汽车是稳定的基本盘，还有半导体材料是最核心的技术壁垒。这就意味着，就算某一个业务的增长暂时慢下来，其他的业务也能顶上去。它的抗风险能力比那些单一业务的科技公司强了不知道多少倍。很多人投资的时候只喜欢追那些涨得快的明星公司，但他们忽略了一个问题，涨得快的公司跌起来也快。一旦行业出现波动，一旦业绩不及预期，股价就会腰斩甚至膝盖斩。但康宁不一样，它是那种你买了之后可以睡个安稳觉的公司。它有175年的历史，经历过无数次的经济危机和行业周期，每次都能活下来，而且每次都能变得更强大。它的业务都是刚需，都是各个行业最底层的基础设施，不管经济好不好，不管科技怎么发展，大家都需要用它的产品。现在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那个问题，为什么说康宁是继英伟达之后 AI 下半场最确定的投资机会？因为现在的市场给康宁的估值还是按照传统制造业来给的，它的市盈率只有15倍左右。而同样是 AI 基础设施公司，英伟达的市盈率是70多倍，微软是30多倍，阿斯麦是40多倍。就算我们保守一点，给康宁按照25倍的市盈率来估值，它的股价也应该翻倍。如果市场最终意识到康宁不是一家传统的玻璃公司，而是一家 AI 核心基础设施公司，给它30倍甚至更高的市盈率，那它的上涨空间就不止翻倍了。这就是资本市场最常见的估值重构。当一家公司的基本面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它从一个传统行业的公司变成一个高科技行业的公司，它的估值就会发生跳变，而这个过程往往会带来巨大的投资机会。现在的康宁正处在这个估值重构的起点，市场还没有完全反应过来它的价值。很多人还把它当成一家普通的制造业公司，而这次因为业绩指引略低于预期导致的9%的暴跌，刚好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好的低价入场的机会。讲到这里，如果你发现自己已经开始重新认识这家公司，已经开始明白为什么它会是 AI 时代的隐形巨头，那就顺手点个赞。你的点赞就是我继续创作深度内容的最大动力。我还要提醒你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点，5月6日，也就是本周三，康宁会举办1年1度的投资者活动日。
到时候康宁的管理层会详细介绍公司未来的发展战略，会公布更多关于 AI 光通信业务的订单情况和增长计划，这很可能会成为康宁股价的一个重要催化剂。如果管理层在活动日上给出了非常乐观的业绩指引，或者公布了和某个巨头的大额订单，那市场很可能会立刻重新评估康宁的价值，股价很可能会在短时间内出现大幅上涨。所以如果你想抓住这个机会，一定要密切关注5月6日的投资者活动日。其实我做投资这么多年，最大的感悟就是，真正的好机会从来都不是在大家都疯狂抢着买的时候出现的，而是在大家都不看好，都在恐慌性抛售的时候出现的。当一家公司的基本面没有任何问题，它的核心业务还在高速增长，它的护城河还在不断加深，但它的股价却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短期因素而暴跌的时候，这就是市场在给你送钱。康宁现在就是这样的情况，市场只看到了它第2季度的指引略低于预期，却没有看到它未来10年的巨大增长空间。市场只看到了它是一家做玻璃的传统公司，却没有看到它是整个 AI 行业最不可或缺的基础设施供应商。很多人都说投资要顺势而为，但真正的顺势而为不是追涨杀跌，不是跟着市场的情绪走，而是在别人贪婪的时候恐惧，在别人恐惧的时候贪婪，是在大家都没看到机会的时候提前布局，然后耐心等待市场发现它的价值。当然，我也要提醒你，任何投资都有风险。就算康宁的逻辑再硬，就算它的确定性再高，它的股价也不可能一直涨，中间肯定会有波动，肯定会有回调。你不能指望买进去之后第2天就翻倍。投资是一场马拉松，不是100米冲刺。你需要有耐心，需要有长期持有的心态。如果你只想赚快钱，只想做短线交易，那康宁可能不适合你。但如果你愿意拿3年、5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康宁很可能会给你带来非常丰厚的回报。其实资本市场最有意思的地方，从来都不是追那些已经涨上天的明星公司，而是在大家都没注意到的角落，找到那些正在悄悄改变世界的隐形冠军。这些公司他们不喜欢炒作，不喜欢上头条，他们只是默默地在自己的领域里生根，不断地积累技术，不断地构建自己的护城河。但当风口到来的时候，他们会一飞冲天，让所有曾经看不起他们的人都高攀不起。康宁就是这样一家公司，175年的时间，他从做玻璃瓶起家，到后来发明了光纤，再到现在成为 AI 时代的基础设施巨头。他靠的从来都不是一时的运气，也不是什么风口，而是几十年如一日的技术积累和对未来的精准判断。他就像一个沉默的巨人，默默地支撑着整个数字世界的运行。而现在终于到了它该发光的时候了。如果你想继续挖掘更多这样被低估的隐形冠军，想了解更多关于 AI 行业的深度分析和投资逻辑，订阅我的频道。后面我会持续更新，带你看透那些复杂的商业现象，抓住真正有价值的投资机会。最后提醒大家，本视频内容仅为个人观点分享，不构成任何投资建议。所有的投资决策都存在风险，不同的人风险承受能力不同，适合的投资产品也不同。请你一定要结合自己的实际情况，咨询专业的投资顾问之后，再做出任何投资决定。